在一片反对声中，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Our enemies are your enemies. Our fight is your fight, and our victory will be your victory. 路透社说，这是内塔尼亚胡第4次向美国国会议员发表演讲，数量打破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创造的纪录。根据现场演讲画面，有议员在场内举起“远离大屠杀”的抗议标识。近日，俄罗斯则注意到，当天还有大约70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拒绝出席内塔尼亚胡的演讲。与此同时，在内塔尼亚胡演讲的美国国会大厦外，大批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举行抗议集会，他们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口号。美国国会警察和特勤局则出动了大量警力，在国会大厦附近立起数英里的围栏，并采取强力措施镇压示威。目前至少4人被捕。根据行程安排，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5号下午1时会见美国总统拜登，而哈里斯则在那天与内塔尼亚胡单独会面。据悉，特朗普将于26号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期待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欢迎比比内塔尼亚胡。比比为内塔尼亚胡名字的昵称。报道还称，这将是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以来双方首次会晤。在特朗普任期期间，两人曾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但在2020年拜登竞选成功后，内塔尼亚胡对拜登的支持引发了特朗普的不满。半岛电视台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随着特朗普11月大选后重返白宫的可能性增加，内塔尼亚胡一直在努力重新赢得特朗普的好感。与拜登相比，哈里斯对以色列的态度看似更为强硬，但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分析，若哈里斯当选美国总统，他基本将延续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巴以问题上不会大改现有政策，只是可能会采取对以色列更强硬的语气。21号到23号，巴勒斯坦14个政治派别在中方斡旋下共同发布《北京宣言》，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新希望。然而，在巴勒斯坦各派别齐聚北京共谋和平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忙着启程访美，为继续战争拉赞助，丝毫不顾及巴勒斯坦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7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巴勒斯坦各派内部和解对话闭幕式，见证巴勒斯坦14个派别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王毅在致辞中表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当前加沙冲突仍在延宕，外溢影响不断扩散，地区冲突多点共振。为走出当前冲突困境，中方倡议3步走。第一步是推动加沙地带尽快实现全面、持久、可持续的停火，确保人道援助和救援顺畅的准入。国际社会应当在停火止战问题上进一步凝聚合力。第二步是秉持8人制8的原则，携手推进加沙战后治理。第3步是推动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并着手落实2国方案。美国总统拜登退选后，他的副手哈里斯迅速接棒，并且在不到2天时间里就收集到了足够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数。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的支持率小幅领先特朗普，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接下来的选情一帆风顺？共和党方面迅速把针对拜登的攻击战术改为针对哈里斯，又有哪些新招数呢？来看报道。23号晚，哈里斯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首场竞选活动，在3000多名民主党支持者高喊“卡马拉”的声音中，哈里斯踩着知名歌手碧昂斯的歌曲《自由》的鼓点走上舞台。媒媒称，民主党方面高度重视哈里斯的竞选首秀，不仅召集了比拜登此前的竞选活动更大规模的人群，连背景音乐都是精心选择。碧昂斯这首歌的灵感来自《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而哈里斯也自称有1半的非洲裔美国人血统。So, Wisconsin, I am told as of this morning that we have earned the support of enough delegates to secure the Democratic nomination. And in 2024, we will win again.
威斯康星州作为决定胜负的战场州，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必争之地。这次在米尔沃基发表演讲，是哈里斯今年第5次访问威斯康星州，也是他担任美国副总统以来第9次访问该州。They're going to be making the case that she has a sort of expanded bio here. So one of her aides noted to me that she spent some time living in Wisconsin as a little girl. 17分钟的首秀演说中，哈里斯重点谈及民主党政府的一系列优先事项。在引发巨大争议的女性堕胎权问题上，哈里斯收获全场最大一次掌声。We'll stop Donald Trump's extreme abortion bans because we trust women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their own body and not have their government tell them what to do. 多家美国媒体现场直播了哈里斯的首次竞选集会演讲，舆论普遍认为她活力满满、火力全开，展现出新气象。She's just brilliant. She's just the energy that's coming off of her is the energy that's coming of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Look, I mean, this is 2008 vibes already. She's done in literally 48 hours things that were considered impossible. She got the nomination. TikTok loves her. She raised more money than anybody. 路透社等媒体7月24号报道，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如果此刻就举行美国大选，哈里斯的支持率以2%的优势领先特朗普，这也是近半年来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首次领先特朗普。相比之下，在上周进行的同项民调中，拜登落后特朗普2个百分点。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调查，在年轻选民中，哈里斯以62%对37%的优势大幅领先；在女性选民中，以52%对47%领先特朗普；在非洲选民中，更是以76%对21%断层般领先特朗普。When you look at some of the recent polling coming out that shows Harris picking up ground compared with Biden, what you see is that she's picking up support amongst natural Democratic voters. 美国公共广播协会分析了哈里斯的优势所在，认为与特朗普相比，哈里斯具有后发优势。特朗普已经锁定党内提名，还公布了自己的副手是参议员万斯，可炒作的话题似乎已经到达极限。但哈里斯仍有许多悬念没有揭晓，如果成功运作，可以在11月的大选投票日之前争取到更多中间选民。哈里斯竞选团队也看到了这一点，在哈里斯火速接棒的48小时内，团队迅速调整策略，首要措施就是通过流行文化争取年轻选民。哈里斯宣布参选后，美国流行歌手查理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卡马拉就是 Brett。”帖文在仅仅4小时内获近900万人次浏览。查理上个月发布专辑《Brett》，在全球排行榜上名列前茅。Charli XCX explained in a TikTok that a brat, that girl who's a little messy, likes to party, and maybe says some dumb things sometimes. Charli's endorsement of Harris as a brat. Young social media users quickly noticed Charli's Harris post on X.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词条，并进一步为哈里斯打造直率酷女孩人设，剪辑了不少哈里斯跳舞谈笑的短片，甚至将竞选账号的主色调改为了 Brett 专辑的青柠绿色风。支持者们还迅速制作了 T 恤衫等相关周边。哈里斯扶正也改变了美国选民对本次大选是老人对决的刻板印象。英国广播公司指出，年轻人对之前拜登与特朗普2位老人之间的选战并没有太大兴趣。哈里斯顺势迅速把网络热潮转换成选票。美国国会山报称，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民意调查专家在一份文件中警告，哈里斯蜜月期即将到来。他表示，哈里斯将给民主党带来活力，但这只是短期效应。美国媒体也同时提醒，哈里斯的新鲜亮相能够带来多少热度，值得持续观察。有趣的是，根据加利福尼亚州官方记录，特朗普10多年前曾给哈里斯的竞选活动捐过款。美媒称，在加州州务卿网站上查询可知，在哈里斯寻求连任加州总检察长时，特朗普在2011年向他捐赠了5000美元，2013年又捐赠了1000美元，2014年，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还曾给哈里斯捐赠2000美元。纽约时报称，特朗普的发言人22号对此作出回应，在捐款时，特朗普前总统是一位全球商人，知道如何与哈里斯等腐败政客玩游戏并赢得游戏。现在他将完成把所有这些不诚实的政客赶下台的工作。
面对哈里斯的异军突起，当地时间23号，美国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采访中力挺特朗普，称特朗普在暗杀未遂事件中表现出的勇气，证明他有能力处理棘手的问题。You have to admire that, Trump, after getting shot, with blood streaming down his face, it could have been a second shooter, who knows? Nonetheless, was fist pumping fight. Yep. After being shot, I mean, he's brave. He has courage. And if you want a leader who's going to deal with some very, very tough cookies out there, who's going to, deal with a Putin or Kim Jong-un, or they'll think twice about messing with Trump. 此前有消息称，马斯克计划每月向一个名为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捐款4500万美元，以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但在23号的采访中，马斯克对此否认。不过他表示，确实创建了一个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并向其捐款，但数额要低得多。What's been reported in the media is simply not true. Okay. I'm not donating $45 million a month to Trump. And no, what I have done is I have created a PAC. It's a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Yeah. It's an organization, it's a legal entity that can receive funding. That funding can then be used to help with political campaigns. That amount is fairly small. Yeah. So this is the guy that they sent the Beaver County sniper scene and sent the pictures out. This is him. Okay. 此外，特朗普遭枪击事件近日又爆出新视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指，企图刺杀特朗普的枪手被击毙后，多名执法人员和特勤局特工站在枪手尸体旁交谈。谈话内容显示，有安保人员在枪手开枪几分钟前就已经发现了他，并发出过警告。I don't know if you got the same ones I did. I think I did. Yeah. He's like got his glasses on and he's. 当地时间23号，美国特勤局局长金伯利·齐特尔因特勤局未能阻止特朗普遇刺事件而引咎辞职。此前一天，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事发前特勤局曾不止一次被告知现场有一名可疑人员。How many times was the Secret Service alerted about a suspicious person at the July 13th campaign event prior to the first shot being shot? I don't have an exact number to share with you today, but from what I've been able to discern, somewhere between 2 and 5 times. 听证会上，美议员就特朗普遇刺事件对齐特尔展开了轮番质询。How long did you prepare for this hearing? 4 days, 3 days? I'm not sure the date that I got the letter asking me to be here. What are you sure of? Are you sure the color of your hair? Are you sure the color of your suit? I'm just tell the American people, what are you sure of? You don't even know when you started preparing for the hearing?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23号消息，特朗普计划停止举行大型户外竞选集会。报道还称，特朗普在23号晚间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最近几个月他的竞选团队一直要求在竞选活动中增加特勤局特工，但没有得到相应安排。